欢迎继续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在这一节，我们特别看中美以及在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当中的这种影响性哈。首先，先来看中国大陆的现在外交部长王毅哈，他访问柬埔寨，其实不止哦，他在东南亚连续访问第3天，到柬埔寨特别加强中柬两国方面的这个钻石6边架构哦，他表达了有力的支持。他特别提到，那么中柬两国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结，到现在是牢不可破的，是珍贵的财富。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因为柬埔寨学者预测后面洪马奈也就是洪森的儿子上任之后呢，首访很可能就是选择中国哦。那么现在他是新首相，未来上任之后呢，很可能就是加强持续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大概东南亚现在就跟柬埔寨是关系最牢靠的了哦。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马来西亚。那么王毅到马来西亚的部分，为什么呢？刚好6州的选举出炉了。马来西亚部分，安华果然他的政党的部分，团结政府获胜哈，所以安华都知道他长期以来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包括“一带一路”，他都是呼应那么一起合作的最主要的对象。王毅去的部分的规格很大，也参观了孙中山纪念馆哦。那么在这里头跟安华的见面，那么也有稳定选情的作用哈，来加持了安华最后选情冲刺。那么他们未来的跟马来西亚跟中国之间“一带一路”的发展的成果，还有东海岸铁路，还有包括未来是不是会进行兴隆高铁，也就是说从新加坡到吉隆坡的这个部分的项目专案发展的可能性，这次都探讨了。当然，这里头接下来比较特别的是菲律宾，因为最近菲律宾除了在菲律宾小马可仕感觉起来在中美两国当中相互的摇摆之外，最近是这个中菲的这个仁爱礁，也就是在中菲两国边境这个很有争议性的仁爱礁，最近可以说是这个有一点点这个争议升级哈。那么王毅在这方面他强调，希望呢东协各国大家一起来推动一个南海行为准则。那么有这个准则，大家就不会怎么样，才不会被我们来看这边，王毅说才不会被分化。怎么说呢？才不会说他批评了美国才是在南海兴风作浪、挑拨中菲关系的幕后的这个黑手后。而且王毅话说的真的很重，来看这句话，他说美国自己在南海连他们自己的安全都保护不了了，怎么可能保证其他国家的安全呢？哇，这个话说得很重哈，特别是在军事跟武力上是中国大陆是更有自信了吗？那么王毅这一次其实在东盟3国，我们看到菲律宾、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所以呢，对不起，马来西亚、新加坡跟柬埔寨这3国，那么这3国当中都去了哈，是不是也有把这些国家打预防针的味道？什么意思呢？主要还是针对于这个马六甲海峡是直接或影响了中国船只的航行安全哈。所以我们来看这边有专家分析，这边提到说，美军的航母的部分在南海地区的这个转向，这个防卫是不是表明美国对菲律宾的利益不感兴趣了呢？那么是不是菲方应该跟中方来互相而行，不要说被美国卖了，还是帮美国数钱？这个毫无疑问是中国大陆方面的分析了啊。当然讲到这里头，最近其实有关于美国贵金属交易所是不是也有一些态度的转变，认为85%的全球人口变新什么呢？这是金属交易所的总裁表示，越来越多国家对于美元跟美国的全球金融政策表示不满，去美元化越来越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贵金属交易所的看待之下，这个趋势是地球人口当中有85%的人越来越有可能会同时脱离美元影响力的范围啊！当然，回到我们刚刚王毅的这次的整体的访问，介大使你怎么解读？我想王毅基本上就是他跟这个3个国家的这些领导阶层啊，基本上最重要谈的是战略对话。战略对话，对，大家对整个区域的战略安全情势在沟通意见。那其次呢，就是怎么样深化经贸的合作。所以经贸合作主要有2项，一项就是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在怎么样在这个中国的周边，尤其是东南亚国协的这些国家来进一步深化。另外一个就是 RCEP 这个已经成立的一个自由贸易区那执行的状况是不是有可能在加快它的这个自由化的脚步，都有在谈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因为事实上世界这么大，你会发觉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密切的还是你的邻邦，没错，邻邦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欧洲人讲国际政治都讲地缘政治，由远而近，远的自然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冲突都在近的。可是呢，如果合作的是很密切的话，最能够加惠彼此的也是邻邦。所以就变成欧洲人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他们在20大战以后推动这个欧盟基本上就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一种把它具体的实施，让你的邻居基本上都是朋友，然后让你第一个大家不会打架吵架，晚上睡觉睡得很安心。另外一方面互通有无，你用我的货币，我们两个花同一个货币，不必过一个边际就换一次货币，然后又搞边界管制。要每一次出个国，其实就跨一个马路，还要申请个签证。所以事实上这个邻邦之间可以谈的合作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现在这个整个东南亚情势我们放到历史的纵深来讲的话，自从殖民主义者被赶出这个区域以后就没有什么战争了。而且这个2次大战新的殖民主义者像日本人曾经想要在这边也带来很多战乱。那么也都成为历史的沉积。那可是2次大战以后，在这个区域引多最多的冲突的，在这个地方造成最多流血跟牺牲的，就是美国打的那场越战。对，那是为美国的意识形态而打的。那这个东南亚国家好多国家深受其苦辽国、柬埔寨到现在美国丢的集束弹的这些未爆弹，还有就是美国在这个越南广南省投的这个菊剂、落叶剂造成的这个土地污染跟这个畸形儿的问题到现在还在疑惑。对，所以好不容易真的越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国家恢复了和平。那么最大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帝国主义跟东方的帝国主义，日本都撤离了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发挥这影响的作用。那中国一向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对，马哈蒂就跟欧洲人讲过。他说：“我们做中国邻居做了几千年我们还存在。你们来了以后不到10年我们就没办法存在，我们就被你们灭了。对，所以这个就是历史的反应。所以今天整个东协来讲的话，应该是共荣共存然后共富共享的一个时代。那尤其中国大陆推的这个“一带一路”基本上对于东协国家非常需要的基建来讲的话。”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你看这个欧洲在这边殖民的时候，基本上基建是非常落伍的，对，掠夺式的。那中国大陆可能就是说，现在自己走上完全的现代化以后那么尤其基建能力那么强，那这些东南亚国家也希望跟中国大陆在这方合作。那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中国的哲学思想，就是说大家一起赚钱，这样子一起富裕这样子彼此都过得很舒服，就没有互相威胁的必要，不会以邻为祸的。那你要去欧洲看，都以邻为祸。我以前在欧洲的时候看到最有趣的就是，每次看到核电厂还有那个垃圾粉化厂出来，我就说快到边界了。因为一到边界，法国就把它的垃圾粉化厂这些什么核子电厂都放在德国边界。然后你一过了法国的边界，你到了德国以后，发现德国也把它的垃圾粉化厂什么通通放在边界。所以这种以邻为祸是西方的传统，东方文化没有。所以你看这个王毅去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只要东协一个稳定发展没有外力的干预的话，我想老百姓的生活要改善，经济要发展是指日可待的。李将军。我这次王毅去访问这3个国家我要特别讲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要讲3次呢？因为第一个，我们先检讨第一个国家柬埔寨。柬埔寨这上面有讲说洪马内，也就是洪森他儿子了。对，其实美国、英国、欧美国家早就注意到这个人了，想要争取这个人，他们也知道说洪马内一定会接洪森的这个总统职务，所以洪马内是哪个学校毕业呢？是西点军校毕业，然后在美国纽约读的研究所硕士，后来到英国去念了博士，所以他都在欧美国家念书。其实欧美国家已经对他来讲有长期培养的这种方式。那将来他如果说掌权之后，会不会倒向西方？
其实这是欧美国家的一个博弈的一个长期的投资。对，那对中国来讲的话，这个时候他要稳定跟柬埔寨的邦交，所以说王毅这时候特别在这个时候出访，然后到柬埔寨，我觉得重点是在红马内，是希望能够稳住。尤其是我们都知道，柬埔寨现在有中国很重要一个基地嘛，就是云长基地在柬埔寨，那他希望能够继续稳住跟柬埔寨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讲马来西亚，其实这次我觉得，王毅去是助选的，去站台的，因为马来西亚有23%的华人，这些华人一定是投中国人的票嘛。那个王毅选在这个时候去拜访安华，对不对？跟安华见面，虽然说什么话都没有讲，但是华人看得出来，就是说，尤其是这个马来西亚有时候会有一些排华运动啦。如果说有中国的领导人来，代表祖国对他们有保护的能力，所以他们这个票很容易就投给安华执政的党。所以这次我觉得王毅去，当然是双赢啊。对安华来讲的话，他是王毅来帮他站台；对王毅来讲的话，你安华继续当选的话，其实对我国家来讲，两国的邦交更是重要。那新加坡更不在话下了，新加坡是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将来不管是谁要出入太平洋，或者是南海，或者是到印度洋啊，不过我讲错了，应该是到印度洋，都必须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所以它必须要巩固这个地方的一种这个航线。另外，我要特别再说明就是菲律宾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倒向美国了，是这东西跟他以前的殖民地有关，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那美国的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目前来讲也是从美国出生的。那以前杜特地或许可能还比较倒向中国，亲中国这边，但是我特别要说，菲律宾的军方很多高阶的军方人士，他们是亲美的，是，所以说美国在菲律宾它可以租借到5个基地。第二个，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最近拜登说要去G20峰会，对不对？在印度然后东盟这边就说，那我顺便你到我东盟来参加我东盟的会，拜登说不去，他去哪里呢？他要去越南。那代表什么？就是美国希望，就美国来讲，东海博弈来讲，他现在如果说是菲律宾已经跟他站队了，他希望越南也跟他站队。如果说菲律宾跟越南都跟他站队来讲的话，这2个国家会对东海、对南海形成一种包围的这种形势。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南海博弈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王毅出访，不管是马来西亚或者是这个柬埔寨，或者是新加坡，对东海将来未来的这种军事双方的合作来讲，都有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发展。是，韩冰，我觉得其实现在南海当然变成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啊。对中国来讲，南海是它的邻近海域，尤其这边是有广大的资源，而且这边又有领土纠纷，所以把南海如果能够稳定下来的话，对中国跟南海周边的国家当然是有利益的东西。所以中国大陆一直在积极推动所谓的南海行为准则，可是南海行为准则一旦成立之后，对谁最不利？对美国最不利。没错，因为美国就没有什么道理在那边进行什么自由航行，到这边惹是生非了。所以美国当然希望这边局势越混乱越好，越混乱越有他插手的空间，所以他就积极要阻挠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所以他最近为什么一直在怂恿菲律宾去在仁爱礁上面大做文章？就是想要搅乱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成立，因为南海行为准则现在只剩下菲律宾还没有同意，其他全部都同意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当然美国就积极在操弄菲律宾。可是问题是，对菲律宾来说，其实我觉得他蛮无奈的。你看他前一阵子为什么特别杜特地还跑到中国大陆去？因为就是他也不想真的得罪中国大陆，他自己也知道在南海的问题上面，他根本没有力量去跟中国大陆抗衡。我讲实在话，美国虽然说我在背后挺你，可是美国只派了2艘船去，那美国2艘海巡船，请问一下，能够在那边发挥什么作用？那美国的航母能够天天来吗？能够天天在那边动作吗？那美国又真的愿意为了菲律宾去跟中国大陆打上一仗吗？恐怕都未必见得。所以其实就算是以菲律宾自己本身的利益考量来讲，南海行为准则的签订，其实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因为大家以后就可以不用再在所谓的领土争议上面纠结。那大家可以试着和平相处，然后甚至可以共同开发南海的广大资源，这个对周边国家都是好事。可是问题就是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产生，所以不断的在那边搅局。你看最近菲律宾居然还说想要把那个仁爱礁上那艘破船把它建起来，要把它修好。是你当初本来是假装搁浅在那个地方，对，然后在那边恶搞，然后现在居然还要真的在那边大兴土木要把它建起来，你说解放军怎么可能容忍你做这件事情？而且这样不是在打脸你自己过去的说辞吗？所以我觉得
菲律宾他自己心里头很清楚，他这样做其实只会越弄越僵。可是问题是，他已经被美国挟持了，他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刚刚厉将军也提到，菲律宾很多军方是亲美的，他们认为说只要有美国做靠山，他们就会赢了。可是所以王毅这次才特别点出来什么？他其实点出来这句话很重，他是说你连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你凭什么来保证南海其他国家的安全？是因为他为什么有底气说这句话？就是很简单，地缘政治。因为中国距南海近，美国距南海太远了，美国距南海1万公里，他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长期在这边保证南海这些和平跟这些国家的安全呢？所以我觉得王毅点出了这个事实，恐怕是美国不得不承认的，除非美国愿意在菲律宾大举投资，包括舰队数，包括其他的军事力量。但是美国现在有这个能耐吗？他基本上目前美国是捉襟见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局势已经越来越明朗。那我认为菲律宾到最后恐怕不得不也要承认现在这样一个现实。是我们长期关注在东海、南海的地区的情势，主要跟台海的关系非常的接近。那我们持续为您关注，请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新闻大白话。欢迎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这一节我们先来看乌克兰的战争哈，因为这里头传出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当兵或征兵的问题，现在包括如果为了躲征兵的话，甚至有乌克兰的民众豪砸上亿元，什么概念呢？因为现在是18岁到60岁的男性被禁止出国，那么为了躲避兵役的征召，那么乌克兰当地有向征兵的官员买假的医疗证明。价格是什么概念？$6000到$10000不等哦，所以要花很多钱。所以呢，这里头也包括了现在泽伦斯基宣布要解雇征兵人员，因为爆出了贪污。那么现在泽伦斯基是解雇所有地区的征兵负责人啊，最近要改由退伍军人或者前线的受伤士兵来负责，因为这边的弊端真的太多了。而且前阵子也传出了乌克兰的媒体报道在前线的真相，什么真相呢？说是前线有一种集体失望的情绪笼罩。那么这里头是乌克兰的媒体自己的报道说，乌克兰征兵10次，新兵没有受过训练，第2天就被派往前线而且为了节省军事经费呢，那么迫使乌克兰的士兵要向俄军正面突击，武器装备损害还要写报告，写4份200页的报告。而步兵如果死掉的话，只要写2页，所以这种失望的情绪，是不是真的是战场上当中的真实面的？尤其对乌克兰。那么，此外也包括了像乌军的这种 F-16的飞官，其实这都是要训练不可能美国人来帮你飞。所以呢，乌克兰的这些飞行的军官，现在要延到明年中才能完成训练，那怎么办？这个部分的 F-16的战机有战机没有飞官，要到明年才能完训。而且现在的这种军事训练也包括有提到说，北约的这些军官的训练有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些西方教官没有打过仗，这样子的仗，所以呢，你去教乌克兰的士官兵其实是准备不足的这里头有提到6.3万的乌军在西方国家受训，英国、德国都有。但是呢，教官们没打过俄乌战争，也没有遇过俄罗斯的敌人，所以这些训练是不是无效呢？那这里头还牵涉到这个国际当中很有意思，波兰的总统因为被问到说美国为什么应该要援助乌克兰，然后波兰的总统怎么回答？我们来看这底下，他说呢，被问到为什么支持乌克兰，波兰的总统杜达说，因为可以廉价阻止俄罗斯帝国主义，还有美国士兵不会死。这什么意思啊？所以因为都不用派美国士兵前往战场嘛，所以呢有点冷冷的说出了真相。来看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对话最近有一通意外的中国大陆外交部的深夜的公告，什么意思呢？这是王毅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那么这当中有特别提到了发布了一个中俄的公告，当中特别提到说，中方始终对乌克兰危机保持独立公正的立场。那么拉夫罗夫则赞赏欢迎中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前阵子都还是国际上传出说，中国大陆是不是开始比较漠视，那么对于俄罗斯的支持，
中俄双方是不是有一些当中慢慢的远离？从这个公告似乎有一些修正的态度哦，或者也否定了外界这个传言。来看美国方面哦，美国现在在8月11号开始正式在雪梨的外海展开2023年最大规模的演习，尤其是海军哦，那么跨越22个时区，2.5万人操演。我们可以看到美日印澳的海军同时进行，那么这个部分操演是规模非常大的。而且此外还包括了是不是美国空军的这个红旗军演习？大家注意哦，这个是美国红旗，不是都是中国大陆哦，是美国空军的这个红旗军演习。来看黄字这里，红旗23之3的演习，主要在太平洋海域上跟中国空军进行跨军兵种的航空作战准备。那么这次当中的航母的主角可能是卡尔文森号哈。那么这个部分，那么待会我们会请包括李将军也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事实上，包括最近也传出关岛要成为全球防空密度最高的地方，因为在关岛小小的岛上要建20座防空飞弹，毫无疑问是不是剑指中国？首先先请谢大使。乌克兰有关这个国内贪腐哈，就是发战争财的这个事情太多了已经太多了。我们听到真的觉得乌克兰的百姓真的是太痛苦啊，他们是承担最大的痛苦的。结果呢，上面的人居然在借这个机会在发大财，那这个战争就变成到底真的是保家卫国，还是为了那些统治者啊，为了他们这些的个人的利益啊？来打的，所以这场战争，我觉得越来越这些不可告人的事情被揭发以后啊，我们越觉得乌克兰这些统治阶级啊，真的是麻木不仁啊，而且啊，基本上啊，一点这些怎么讲呢？就是说非常的黑心啊，昧着良心。这样战争，你真的如果悲天悯人的话，你要知道这个每一条命都是一个父母亲啊，这个几十年的心血啊，培养出来一条生命啊，那一条命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最大的悲剧。那所以战争是能避免则避免。可是我们看现在乌克兰这些在上面的泽伦斯基啊，他变来变去的。一开始他也要谈判，他也想，可是后来他又要打，又一下又要谈判，一下又要打。对。那后来就发觉，我们长时间观察，发觉真正他也不能做决定，那就是说看起来就跟真的有点像这个拉夫罗夫还有俄罗斯的这些领导人一直讲说，今天泽伦斯基没有办法决定这场战争是停还是继续，对，完全由美国来决定，对。那美国除了他们这些华府的政客以外，还有一些就变成就是美国的军工产业是相关的啊，现在又加上什么？除了军工产业啊，最近我听了又有2个产业也发大财，一个是能源产业，这天然气、石油发大财，另外还有一个资产管理，美国的 Barclay，它事实上的话现在听说已经把乌克兰的所有国营事业啊，基本上纳入自己的资产管理之下，那所以就变成这场战争，最大的获利者。除了乌克兰这些贪官污吏之外啊，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些资本家，还有政客，还有这些军工产业的。所以那乌克兰人民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就是可怜虫啊。对，在这边没有办法拿不出6000到1万美金的他的小孩就去当兵。那拿得出来的话，他就可以躲过一劫。对，那接着说，最后战场上最后变成什么呢？就是穷人家的孩子。在卖命，对，然后呢，富人呢继续在用穷人孩子的生命在赚钱，是这种悲剧历史上发生上很多次，无数次。那我觉得这个乌克兰这一些，尤其泽伦斯基这个领导群更可恶的是什么呢？他们是跟美国勾结，他不是为乌克兰人民的这个真正为人民的利益在负责，他是跟美国勾结，然后他被美国人控制。那他就不是乌克兰人选出来的，可是国际政治有时候这么现实。没错，你今天这一批人被骗上了贼船以后他也停不下来。对，那基本上美国来讲，掌握越多你们这一些贪官污吏这些人贪官污吏的资料的话，越好控制你，他也不会把你揭发。所以这个政治真的是每一个国家各为其利啊。可是你自己本国的政客，如果说被落入像美国这种国家的这种坑里面去你是调不出来的。
最后就是现在乌克兰战争讲，最近的征兵已经降到16岁了，最近不是18岁，所以就跟我们台湾，我们虽然我们也差不多啦，我们还没有开打，可是我们16岁的小朋友已经被造册了，已经列册了。造册了，对，将军。那我特别说明一下，美国这空军的红旗军演是它每年都会举行的，其实就是电影上面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 Top Gun 那种，就是他们演习互相的那种飞机之间互相的对抗，对不对？分为红蓝两军互相对抗，是，然后一方面训练，一方面对抗，二方面也找出一些这个飞行上面技巧问题来做处理、做解决。对，那以往来讲美国来讲是纯空军，它的位置在哪里演习？在内华达州，也就是它内陆那边演习。那这次我们台湾曾经也参加过他们这种训练了，是，这是为什么改在这个加州南部的沿海地区，然后美国甚至航空母舰来参演，我们一定都会觉得很奇怪，都是美国的飞机啊，对不对？你起飞都是一样啊。其实美国空军的飞机跟海军的飞机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叫 F-35，可是一个是 F-35A， 一个是 F-35B，他们期待的弹量、起飞、降落的模式都不太一样，所以因此，其实这次就很明显的是在模拟跟中国作战。美国空军的飞机，它主要任务是制空作战；海军的飞机主要的任务是对海的一个对舰的一个攻击作战。因为海军舰载机起飞就是攻击敌人的军舰嘛。对。那这两种飞机，第二个它引擎构造也不太一样，起降方式不太一样。因为 F-35B 它可以垂直升降，所以它中间多装了一个引擎，它可以垂直往下面喷气，它垂直起降。对。那第二个，所以说这两种飞机在一起，我们都知道。作战一定希望说这个所有的战力在同一个时刻到达他所望的作战位置，然后一起集体发挥战力。你兵力逐次投入的话，就会逐次被消灭。对，那你如何搭配空军跟海军的飞机，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到达他所希望的位置，来同时发展攻击？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演练一个最重要的目的。虽然说都是美国的飞机，虽然说都是 F-35，但是因为以前他们训练的任务不同，观念的不同，所以必须要将他们整合在一起。那很明显的就是，美国这次来讲的话，它可能舰载机部分这边是对海攻击，对这个解放军的海军的攻击，然后空军部分协助制空作战，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最后我讲一下，这个关岛这边它建立这个，我觉得很讶异。我一直认为说美国关岛按理说应该它是一个防卫力很强的一个堡垒，一个基地在那边。那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对，现在才开始建。是，那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以前根本就不把解放军当一回事。没错，他认为他打不到关岛，我只要在台湾，对日本这边就把你挡住了。他现在发现说，这也更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美国认为他第一岛链不见得守得住，所以他必须要加强关岛的各种防空啊，或者是对舰攻击或者对陆攻击的这些防御的工作跟设施。是，海斌，其实就是西方的教官真的是没有打过像俄乌这种战争。没错，我请大家去想想看，就是二战结束以后到现在，西方的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跟北约这些国家，有谁打过完全没有空优的战争？是，完全没有。对，所以这种战场其实是西方的这些人根本不熟悉的东西。那他不熟悉这种战场的话，请问一下他要怎么去教他的学生？那更何况乌克兰根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些人去学。所以乌克兰这些人根本都是受了几天短期的训练，大概随便听讲，然后就被发了武器，就丢到战场上去。是。那请问一下，这样的部队会有多大的战力呢？所以到最后都是用人命在填。那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处在这种状况，你有办法的话，你会不跑吗？其实这是人性嘛，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也不用去嘲笑谁或干嘛。就是如果你有能力能够脱离这个战场，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逃走。对，这是很正常的状况，所以他们才要到处去抓人来当兵嘛。那问题是这样子还能够持续多久呢？其实你看美国说这个 F-16要到明年中才能完训，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表示说这个他们训练很精实吗？让他一定要把它训练好吗？我认为不是。我认为美国在干什么？你知道？他根本就不想训练，拖延，他就是不断的在拖。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消息显示，就是因为乌克兰的反攻进展极度缓慢，甚至连俄军的第一道防线都没有办法突破，所以现在北约这些国家其实已经开始在酝酿，是不是这场战争今年底就应该要结束？是，对，就不要再让他们继续打下去，因为再打下去，第一个
包括美国、包括北约这些国家的武器库存几乎都枯竭了，是，而且还要再投入更多的资源，其实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也不愿意啊。是，那何况这场战争以目前的态势来看，乌克兰是赢不了的。是。那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有没有机会重启沟通对话哦？至少在日本的部分，看起来习近平是想要先把美日之间的所谓同盟啊密不可分，中国也来有一些不一样的来插手吗？习近平频频打被形容叫做琉球牌，冲绳。在这里有青年福州展开寻根之旅哦，预计这个2023寻根之旅夏令营不断的展开，近日也在福建的福州登场。他说他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馆，有琉球墓，跟琉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冲绳交往渊源很深。当时还有闽南人36姓流入了琉球。那冲绳知事玉成丹也说，以我到访为契机，他到中国去访问，掀起在中国寻找琉球遗迹的风潮，会非常感激。当然，琉球冲绳除了有美国驻军，它当然最重要的观光资源是非常需要一些挹注的。所以，当中日的舰艇台湾海峡对峙了吗？听起来这么恐怖，没有，其实是避台风了这有台风因为接近的关系，所以呢，日本海上的保安厅包括PLH31等等这些多间的这个航号在6艘巡航舰以躲避台风为由进入了台湾海峡，当时就有新闻显示说有6架对6架，引发中国军舰对峙等等。那日本的解释很清楚，就是避台进入了这个港口那明明琉球那么多基地到底为什么？那当然有各种联想啦。但是中国跟菲律宾呢，也为了仁爱岛礁的争议，现在加温当中。王毅这个时候跳出来批评美国咯，在中国跟东协努力之下，南海局势现在要稳定要一起往经济发展来携手结果美国呢，现在却在煽风点火，借着仁爱礁的争议在挑动是非。那么甚至呢，他公开的再促南海行为准则能够定出来，到底谁在违反这些国际准则呢？专家分析其实也是要为了削弱美国跟新加坡的关系。这个新加坡政治学者庄家颖他所说的话，王毅好几次提到快点推进南海行为准则呢，又就是也跟大马啦、柬埔寨这些跟新加坡这个安全关系，就是要对于美国的一些介入来做一个划分切割的动作。那南海问题最新表态呢，中国政治员张思南的分析认为，在告诉美国什么？当美国试图把中国塑造成东南亚不可信任的敌人，或者是一个破坏者的角色的时候呢，美国告诉大家，他才是领导地位。王毅则是反过来告诉他说，美国你在借着仁爱岛礁破坏和平跟安宁，那而是相反的，中国正在透过合作跟对话创造互信跟安全。那么解决南海复杂的矛盾，不必用美国来插手。他暗指美国，其实也不是暗指，是明指，是美国反而在挑事所以当我们看到安华马来西亚安华首相，他现在昨天经过的6州的选举之后，算是胜利选举获得了一个胜选的这个机制啦但选举制度非常的比较相对复杂。这个王毅在选前特别去见了马来西亚总理，被形容昨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认为是有帮忙拉抬选情的味道的。那后来获得了胜选，那当时安华就特别说欢迎中国企业扩大对马来西亚的投资。王毅也表达愿意跟马方分享超大的规模市场的机遇。所以呢，马来西亚的6州议会选举，安华执政联盟获胜。这次选举被视为是安华执政的考试了那其他在野党呢对他的攻击，当然也有说他是亲中等等，反对派继续控制的是这几个不同的州，但是在这个席次人数上面，安华还是占了上风。所以呢，王毅在中国的外交的策略上面是马不停蹄，继续在东协这里走动，跟马来西亚之后呢，见了面之后立刻转到了柬埔寨见了洪森洪马内那这当中的会议里头就宣告大家说，还要巩固两国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且造福两国人民。那么柬埔寨政治学家就说了洪马内上任之后，第一次的出访有可能就会到哪里呢？中国。
中国对于柬埔寨的重要性，不是其他的国家能够轻易改变的。而洪森的儿子呢，要接任总理，柬埔寨有一些不同的争议，尤其是美国啊、东国反对党、烛光党啊，就因为技术细节等等被禁止参选哦。美国、联合国、欧盟就相继谴责啊，但批评人士就说，洪森打造了一套掌控柬埔寨的系统，换新的领导人也不会改变啊。但当中是不是也有美国的反对影响了其中选举的制度的可能性？亮哥怎么看？再从中国跟琉球之间的关系来列解美日之间的同盟吗？我这个也不容易啦，因为琉球因为日本政府只拥有管辖权嘛，可是他所拥有的对外外交也大概只有民间交流、经济、社会、文化这些事务啦。那对于军事政治，他基本上不太介入。是啊，那有时候完全是那个玉成丹尼他个人的立场的发言啊。那当然就是反对美军继续把基地放在琉球，他认为会变成这个前线嘛，他是反对的。然后如果美国以琉球为基地来介入台海战争，他也是反对的。事实上，他刚去北京嘛，那中国大陆也给他很高规格的礼遇了啊。不过，我觉得最近这个东海到这个东南亚这一带啊，确实变数很多了哦。因为美国做的动作也蛮多的，比如说你这里举例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美国怎么布局要去越南啊，因为拜登突然表示他要去越南啊。那我们也知道。东南亚对中国比较有意见的就是菲律宾跟越南嘛，那尤其是南海的争议啦，因为中国大陆的南海行为准则已经到了最后拍板的阶段了，那目前可能只有菲律宾还没有搞定，啊，那大家也知道前天吧发生了一个事嘛，就是马尼拉湾的填海工程，突然之间小马可仕推翻了。前总统杜特地的决定是，中国大陆已经得标了，那个时候那个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就已经被美国制裁了，可是杜特地不管，他说我们不管美国的制裁，我们还是让中国来做，那个标案大概是6亿4千万美元啊，那结果现在小马可仕决定把它停标那这个。恐怕会涉及司法诉讼，我认为中国会胜诉啦，可是就是造成一个非常不好的气氛啊，因为美国制裁中国的企业有700多家，那这个是意味着那700多家都不能到菲律宾吗？不，因为这个是一个指标性的事件，就是小马可仕推翻了杜特地时代的一个中菲的合作案嘛，那现在杜特地显然就是他的意见就认为说。菲律宾不能够一面倒向美国嘛，因为小马可仕你1月就去北京了嘛，那到现在为止经济好处都没有实现啊。那中国大陆也说我准备好了，你只要不要跟我吵那些有的没的啊，比如仁爱礁啦一大堆啊，那我们随时准备要去菲律宾做投资啊干嘛的。可是现在这个事件，我认为就会让一切都停下来。不，因为中国大陆到底哪一家企业？未来可能又进入美国的黑名单，不知道。而且坦白说，他去做基建或者去做投资，可能都是国有能承接那么大案子也没几家啦，都是国营事业带头的啦。那可能你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会来制止啦。没错因为中国那个交通建设集团，就是因为他在南海做填海造陆嘛，那美国就认为说你介入了军民合作嘛，所以他就制裁你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变数，坦白讲都还在发展中啊。委员怎么看？昨天你也认为啊，王毅到马来西亚其实是帮他做站台啊，帮他拉台练选情，后来也胜选了。我第一个时间就是做这样的判断就是基本上是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拜托中国大陆派人来站台，当然也不能讲那么白不能光去啊，所以总该槟城跟雪兰莪都是华人，对啊，而且人口最多的地方啊。而且更重要就是说，总不能光去那边啊，也要假装找一下新加坡跟柬埔寨当红花要有绿叶配嘛。辛苦的是什么？辛苦的是王毅啊，对啊，王毅又风度翩翩我想马来西亚的华人应该会非常喜欢王毅去到访吧那王毅讲话也非常的得体他也没有说我跟选举有关，对，他是讲两国的合作，对，我们加强合作。那
这样一讲的话，安华的竞选团队就可以去做文章了嘛？哦，这有点像说这个赖清德去美国，那如果跟贺锦丽去巴拉圭合照一张照片，那赶快回台湾马上宣传了，一样的道理哦。对。所以这一次安华在竞选的话，他本来是处于劣势的，尤其是在整个雪兰莪是属于劣势的啊。这一次翻盘，因为他们每一个州政府也是内阁制的，所以席位是很重要的。投票前的民调都是他输的，对，他输的啊，所以表示说这个他打中国牌是成功的啊。本来这个小马可仕也想打中国牌啦哈，但是他有好多钱，他们家有好多钱，在美国被冻结哈。所以美国对他有很大的谈判筹码。他本来今年年初去访问中国大陆，是为了菲律宾的经济发展。那后来美国要他弄出很多的基地来控制这个巴士海峡，中国当然就会不高兴嘛，哈。那这样一来的话，整个经济投资就冷却下来，所以中国就弄得耐焦，那所以两方面就开始有一这是没办法的事哈，因为国际势力介入嘛哈。小马可仕只是说，跟蔡英文一样，反正我只能当一任啊，当完就不是我的事了哈。先把他家的财产拿回来比较急一点了。对，至于琉球哈，或者叫冲绳哈，在国际法上100%确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琉球是日本的主权领土，没有，真的是没有哦。所以中国大陆打这个牌还是稍微客气一点哈，如果悍一点的话，到联合国提案。我们来决定琉球的主权地位、命运、未来是谁的？他真的法律地位未定论，那国际法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他的，那是美国把管辖权移交给日本，但是并没有美国本身没有主权，他没有办法把主权移给，而且波茨坦公告也说琉球不是他日本的主权领土，日本只限制在4个岛，好，其他的要归他必须要同盟国同意。那现在联合国取代同盟国的地位了嘛，所以只有联合国有权利决定。美国也答应说要交给联合国决定，但到现在为止，美国都不提。没有决定过。没有。那以前中国大陆想跟日本关系很好，不想炒这个话题，所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开始在打这个牌，没有错啦哈。的确，当时琉球王国还在的时候，跟中国哈，当时从大明帝国时代是来往非常的密切哈。那现在这个习近平开始来谈这个琉球问题，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嘛，也让日本人知道哈。这个这个所谓的朋友来了有老酒哈，豺狼来了就有猎枪哦，所以这个没办法，这真的是从这样打这种牌了。是教授怎么看在南海这里中美的对竞争？第一个我想要补充一下关于马来西亚那个情况哈，其实我倒不认为王毅去跟马来西亚这次的选举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对，第一个这次马来西亚这个执政党其实他是席次是减了不少哈，他最后得到的席次是减了不少，他是维持了在这个雪兰莪跟槟城这2个州的过半数，但原来他在雪兰莪州是2/3的席次啊，原来其实席次蛮多的。民调本来选前民调是更惨啊。对，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在马来西亚所有的华基政党都在执政党这边，包括这个所谓的民主行动党，包括这个马华工会。都是在执政联盟里头，所以他没有必要特别去加强对于华人选票的争取。虽然说的确在马来西亚华人很多是对中国大陆是很有认同感但是这一次选举里头，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华人选民并不是关键，因为这次主要是这个执政联盟跟所谓伊斯兰的这个联盟，所以它关键是在伊斯兰的选票，就是这个马来人的选票怎么流向。那当然，我觉得王毅去访问这3个国家，当然最重要的影响应该还是在所谓南海行为准则，因为第一个，这个是王毅他本人的一个 pet project， 就是他非常积极在推这件事情，而且的确在2016年在他的大力推动下，才有了一个初步的成果。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这个行为准则会不会拘束到美国？这个当然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争议的焦点了。但如果能够拘束到美国，当然中国大陆就赢了嘛，因为他希望就是说，美国既然是这个地方最大的一个最常频繁走动的一个外国的海军，当然他应该受到这个行为准则的拘束。但是美国当然反对，所以很多国家有一些国家就是会在这里头去反对可是如果这个行为准则要能够得到，就是中国大陆希望得到他所得到的这个希望的结果，当然就需要把美国纳进来。第二个，这个也可以展现中国大陆在东南亚的一个影响力啊，
所以他能够让这个行为准则最后通过，这等于不管是他的形象或实质影响力都会大大的提升。所以你看，在新加坡的这个学者讲的，其实他所谓的离间美国跟新加坡，其实关键也是在于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态度。因为新加坡一直是很积极推动这个，认为说希望能够推动这南海行为准则。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看王毅的这个影响力，最主要还是看到南海行为准则这件事情上。是美国也要选举啊，但只是比我们晚一些些。但是选战的议题持续在美国内部发烧。美国司法部最近特侦组的动作频频，倒是让选情上面得到了感觉是有震撼弹这样子的效果。其中，美国的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继续调查了他的拜登的次子 Hunter， 他涉嫌税务诈欺、非法的海外商业交易这些案子。从8月11号起，正式委任由川普提名的检察官魏斯来担任特别检察官，还要扩大调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认为，民主党呢原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聚焦去打川普啊，川普有很多官司正在进行，结果想不到 Hunter 可能在同一个时间一起受审。所以拜登在被问到儿子的这个相关司法案件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看看这段画面。Why did you interact with so many of your son's business partners, President Biden? Will you hand over your bank records? Do you expect to be impeached, President Biden? 显然对所有的问题就假装没有看到，画面在台湾很熟悉哈，我们总统也常常这样。但美国史上首见的3位特检调查前后任总统啊，都一起被调查。显然，在美国的这个特侦组、特调组，其实有他在总统调查的权限。那么其中呢，目前3位特检同时对川普的胡海庄园案、拜登的机密外泄案、Hunter 的非法交易案展开调查，是美国史上前所未见的。其实过去在水门案的时候，特别检察官就曾经有他的权限搞倒了一个总统，名噪一时。调查水门案的考克斯堪称是最有名的了他当时因为调查报告告诉全球，他们的总统在水门案当中所做的各种窃听等等的案情，所以让尼克森1974年直接辞职下台。其实对于拜登的挑战来说，各种议题都有，除了经济，还有在夏威夷最新的野火。我们看到大家形容是人间炼狱，真的不为过，太可怕了。当时这个火烧，把整个房屋从森林烧到了这个房屋、住宅、民宅，烧的情况已经造成了目前最新89个人丧生，1000个人到现在还失联，还没有办法调查出真正的死伤人数。所以本来的天堂岛现在看起来是炼狱岛接下来如果要真的重建，至少要55亿美元。那当中太多的惨烈的画面，大家都觉得太可怕了无法呼吸，掉到海里去等等，都还没有办法存活。而现在呢，大家网络上面，甚至当地的美国民众呢，把天堂岛的野火前后做比对的时候，真的是惨不忍睹。本来是这样美丽的一个度假胜地，现在真的是惨烈灰烬一片。甚至这样的不满的情绪，其实被剪成了各种影片来看看这段画面，居然是比对基辅跟夏威夷。怎么比对的呢？看看这画面就可以知道左边是被烧成很残骸一样的城市，那么现场很多的这个惨烈的状况。现在还在战争中的基辅，现在却可以好像相对正常的在生活，安和乐利一样，让美国有些民众在攻击的时候，当然我这是不是有一种选战手法不知道，但至少有一些美国民众就批评，你看看我们把钱拿去给基辅，让他过这样的生活，而我们的夏威夷呢？而各种阴谋论更是在网络上面流窜媒体上也有一些小篇幅的报道，例如呢，美国极右派说这场野火很可能不是天然发生，不是什么气候变迁，很可能是什么气象武器在美国政府研发的计划有关系。美联社就去查证赶紧去说这2张照片网络上流传的说联邦政府以夏威夷使用的导能武器威力足以让整个太平洋烧起来，所以在这个武器当中的运用上呢，让夏威夷烧起来。结果美联社查证之后，这2张照片都是假的，这是2018年发射的猎鹰9号另外一个是同一个不同的时间点，所以呢。证实是假的讯息没有错，但是强烈的流传，甚至不满的情绪，还是在美国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了但这个时候，拜登怎么做来拉抬选情呢？这个时候就是骂中国啦、抗中啦拜登说中国是定时炸弹，抗议
引起了抗议当白宫还澄清，那怎么澄清呢？白宫发言人科比说：“哎呀，总统帮他解释，他说总统指的是中国内部的经济跟社会紧张局势，可能会影响到北京跟世界互动的方式。例如经济状况差，可以透过基础建设、高利贷胁迫借款国影响世界局势啦。但这样有比较好吗？看起来还是继续重批了白宫新一波的解释没有什么灭火，反而让外界觉得好继续在追杀或痛批中国嘛，那美中又如何重启合作呢？中国驻美大使回应是：我们反对美国试图拿中国做文章，抹黑中国，贬低中国的前景。而当然有迹可循，过去每次在国内情势比较紧张的时候，对抗外敌就是一个很好的舆论的模式。亮哥怎么看现在美国的选情有这么多司法案件，甚至夏威夷这么惨的灾情？这个夏威夷发生灾情的时候，拜登刚好在度假了，又在度假，所以有人就拍了一些对照的照片那拜登躺在那个沙滩，在那边晒太阳。那这个导人武器不可能这个胡说，假的，太胡扯了啦。因为导人武器目前比较成熟的也只有微波跟激光，就是雷射这个都是聚焦在一个点上，怎么可能整个面？坦白讲，这个怎么发生的，我们现在无法找到解释了，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太可怕了。那拜登那个讲中国是定时炸弹，事实上，这个你们这个还是写的很简单他事实上讲的很难听他说中国是一个 bad guy， 坏人，然后他这个经济不好就会做坏事，他是这样讲的而且他里面引用的数字都是错的。他说，中国现在经济成长只有2%那以前都是8%我不知道他这种数字，如果说这个总统的认知是这样，真的蛮可怕的。然后他又说，中国大陆现在那个失业的人比工作的人还多真是可怕极了。他这种认知所以我就是觉得是可怕，就是他会不会因为他这样的认知，所以影响了他对中国政策的思考了因为美国真的给我感觉最近对中国的政策有点乱就他一方面，你看你叫赖清德低调，你是要干嘛？你不就是要拜习会，对不对？那可是我看你出的手出的招啦，因为那就是一个退伍军人的募款餐会，那是一个 pack 嘛。他每次到那种场讲话就嗨起来了那他自己可以嗨不准赖清德在宜兰后援会嗨这样，不可以公开的嗨，低调的嗨可以，嗨成那样而且都讲错，全部都讲错所以我认为后续如果拜登像讲话都这么随便然后再加上他儿子又要接受这个川普以前的指认这个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我看前途堪虑事实上2个人民调现在差不多那如果是他儿子有官司，那对比川普有官司，我认为川普的官司搞不好会选举上会得分那他儿子是绝对负分，因为他儿子真的做得非常的糟糕而且有太多的证据可以去指认而且到时候这个网络上还有搞不好正规媒体都会流露出一大堆照片，都不堪入目事实上已经有一位那个在众议员那个一个女生叫 Green Marjorie 已经办过听证会了就直接拿出那个他的儿子的裸照对，那相当惊人美国的听证会竟然可以这样干这个我们立法院还不至于这样这个实在是不过就是因为到了越接近选举，这种不堪的事情就会越描越黑那事实上我在川普跟拜登的选举那时候我就见识到了，那共和党的文宣小组很可怕的，我跟这个一定会被打到死所以明年拜登就等着看吧，就是这样。现在选情还有得看，就担心选情激烈的时候往外面发展的时候，会影响到台湾台海或其他的国际关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美国的选情当然受到了不管是国内的司法进度正在侦办当中，或者是经济或者是夏威夷冲击，都真的非常的大。
夏威夷这一场大火真的是人间的灾难，尤其那个地点哦，又是差不多两三百年以上的一个古都，因为是夏威夷王国的以前的首都，有很多古文物啊，所以烧掉很可惜，可以说人类的一个文化跟物质遗产的一个浩劫，而且要伤那么多人哦。可是好像在美国的政治气氛，他们总统没有特别关心这个，好像没事啊。还可以跑去讲呢，有的没有，实在令人很感慨。就是美国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好像距离老百姓很远哦。而且的确啦，美国的媒体上也不断的曝光这个，很少见哦。这个政治领袖去做一些什么，好像这个是州长的事，好像不是总统副总统的事。这一点倒是很令人压抑，就有点像上一次俄亥俄州一条火车载了很多化学燃料爆炸了。拜登也不用去，也没去，也没什么官员去，所以美国这个联邦政府的运作到底这样对不对？到底有没有问题？实在是很令人难过了哈。现在美国两个总统的候选人，主要的候选人都陷入这种很奇怪的这种司法的问题哈，实在让人看得傻眼啊。这个当然希望他们两个都没事啦哈，但是。这样纠缠下去他们对外在做选战策略的时候，可能又有很多更荒唐，更要去吸引选民以便来得票的方式那拜登讲话奇奇怪怪也就算了，不过科比讲话他至少是年纪轻啊，应该记忆力比较好。他说美国总统讲的是中国的内部经济跟社会的紧张，好吧？中国的内部的经济跟社会很紧张。请问一下，有比美国内部经济社会更紧张吗？所以我也实在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他比如说，他说中国在世界各地盖基础建设，然后是用高利贷的方式胁迫借款国。我看过啊，他的利息都比美元借款来的低啊。那怎么会有胁迫高利贷的问题？我才不懂说白宫发言人讲话怎么也跟他们总统一样都把数字给弄错了但总统年纪大，你可以说他记不住啊。中国大陆经济增长只有2%那他可能把自己美国2%继承中国大陆了。可是科比，你年纪那么轻你很容易知道啊，到底是中国大陆借给印尼盖高铁的这个利率多少？你美国这个各大金融机构借给那个所谓的斯里兰卡到底利息多少？利率多少？一算就知道了嘛。我是觉得美国人怎么老是喜欢讲这种颠倒思维的话，哎呀，真是令人奇怪啊。的确，选战当前有时候只能从外面的议题来回推到国内的选情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史上首见前后任总统现在也是同时竞选的候选人、参选人之间一起被特别检察官调查弊案当中。所以今年看到明年美国总统大选，可能关键就是司法战了，因为这个川普有很多的这个案件嘛，但是现在拜登的儿子现在也出来了很多案件，而且他们之前的调查。媒体的揭露是说，好像当时这个拜登是担任副总统的时候，他出访之后，回来之后就有这个钱进来，所以他有一些这个绘声绘影的这种描述的确让这个杭特拜登的这个案子真是疑点重重。那现在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司法部任命了的特别检察官来调查这个案件，然后呢，共和党认为说，你这个是不是要护航杭特拜登？那民主党就白宫就认为说，这个非常。他觉得这个是不是反而使这个问题政治化或造成他更多的这种民间不同党派之间的辩论，所以呢，这个司法部呢夹在当中，好像两边都不讨好。